凡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必定是你推得开、受得住的，否则它根本不会在你的生命里出现。这不是一句廉价的心理安慰，而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最冷峻也最慈悲的真相。当你觉得天塌下来了，觉得眼前的困顿像一座大山压得你喘不过气时，请你死死记住这一点：上天从来不会给一个行路人他背不动的包袱，就像再严厉的老师也不会给学生出一道完全解不开的题。如果这道题出现在你面前，说明你已经具备了拆解它的潜能，哪怕此时的你正因恐惧而浑身发抖。真正让你感到沉重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心中那场平地起风波。在城市的某个深夜，老陈坐在他那间经营了10年的独立书店里，窗外是瓢泼大雨，落地窗上贴着一张冰冷的通知：租约到期，房东决定收回店面，转租给一家跨国连锁快餐店。由于当初合同条款的疏忽，老陈不仅要立刻搬离，甚至拿不到任何搬迁补偿。对于一个50岁把半辈子心血和理想都倾注在这些书架上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天崩地裂。老陈坐在昏暗的台灯下，手心里满是冷汗，脑子里反复播放着书架被拆毁、珍藏的书籍被塞进潮湿纸箱的画面，心跳快得像是要撞破胸膛。这种感觉你一定不陌生。也许你的书店是一份突然失去的工作，是一段无可挽回的关系，或者是体检报告上一行模糊的字迹。在那一刻，我们都会陷入同一种逻辑：完了，一切都毁了。这种完了的念头，就是那个把你拽入深渊的漩涡。老陈在那天夜里，本想冲出去找房东争辩，或者写一封充满愤怒与哀求的控诉信，但他最后只是在书架旁那把吱呀作响的旧木椅上坐了下来。这是他过去10年的习惯。当他坐下的那一刻，身体的记忆开始对抗脑中的风暴。他看着那些亲手定制的书架，看着书页上那些跨越1000年的文字，他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荒诞。他意识到，房东可以收回这几面墙，可以拆掉这些灯管，但房东收不走他这10年来读进脑子里的文字，也收不走他在这张椅子上磨练出来的安静。世界的本质是冰冷的运行规则，而他的痛苦其实是内心不断给现实加戏产生的损耗。大多数人在面临危机时，第一反应是做点什么。我们东奔西跑，打无数个电话，发无数条焦躁的信息，甚至在深夜里反复刷手机，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答案。我们觉得只要动起来就能缓解焦虑，可结果往往是你在慌乱中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在把原本纠缠的乱麻系成死扣。就像一个掉进沼泽的人，越是拼命挣扎，沉的就越快。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不急着做什么才是最高级的解决之道。静不是让你坐以待毙，而是让你重新夺回对局势的观察权。现在的你可能正被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请你试着做一个实验，不要去想解决方案，不要去推演最坏的结果，仅仅是感受你的身体。你会发现，当恐惧来袭时，你的肩膀是耸起的，你的胸口是紧缩的。这种生理上的防御姿态，实际上是在向你的大脑不断发送警报。于是你的思维变得更加狭窄，除了逃跑和战斗，你看不见第3条路。现在，请你从那个情绪的漩涡中抽离出来，哪怕只是在这1分钟里，你不再是那个受害者，而是一个观察者。去观察你的心跳是如何慢慢平复的。当你能看清眼前的物体，而不再被焦虑遮蔽视线时，你才算真正静了下来。静到什么程度呢？静到平衡，能看清哪些是真实的问题，哪些是你想象出来的恐惧。实际上，大多数困住我们的问题都由2个部分组成：20%的事实和80%的想象。书店结业是事实，但人生就此失败了，以后再也没有立足之地，就是想象。
当你真正静下来，你会发现那20%的事实，其实是你完全可以分步解决的。真正折磨你的，一直是那80%的自我恐吓。你可以试着换一种眼光，每当压力让你想要尖叫，你就要尝试在心中构建出一扇透明的落地窗。你坐在窗内，外面的风暴、雷电，甚至是陨石坠落，都是窗外的风景。你可以看见它们，观察它们，但它们打不湿你的衣服。你是那个观察者，而不是那场风暴。这种距离感就是你力量的来源。老陈赢回主动权的时刻，不是房东改变主意的时刻，而是他决定不再求饶的时刻。他平静地给了房东回复：好，我会按时交还，但也请给我1周时间，让我和这些书正式告别。那一刻，他不再是被驱逐的败者，而是秩序的掌控者。他开始梳理那些真正属于他的，谁也夺不走的财富。那些10年来因为这家书店而聚在他身边的老顾客和读者，那份打磨了10年的选书眼光，还有这一身在困境中依然能坐下来的定力。店面只是载体，这些连接与他本身的才华才是真正的资产。事情从来不会压垮人，但情绪会。老陈的书店最后还是告一段落了。在最后一次告别读书会上，他没有表现出凄凉，也没有表现出亢奋，而是一种极其平稳的如常。他告诉读者，店面会流转，但阅读不会停止。我们会换一种方式再见。我们总以为战胜困难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爆发力，其实不然。真正的强大往往带着一种柔和的钝感，是不急着证明自己，是不急着反驳不公，是在所有人都疯狂跑动的时候，你还能在那张旧木椅上安稳地坐下来。记住，静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积蓄力量；晚不是放弃，而是在等待时机。正如刀刃必须经过砂石的洗礼才能削铁如泥，你的灵魂也必须经过现实的推搡才能定如磐石。不要害怕那个正在到来的难关，那是属于你的修罗场，也是你的点化石。心定了，你眼里的世界就稳了。即使满目疮痍，亦能见花。愿你在每一次觉得撑不住的时候，都能找回那份本自具足的平静。静水流深，大器晚成，莫向外求，反求诸己。感谢你陪我一起听到这里。或许此时的你也正经历着属于你自己的那场暴风雨。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留下2个字：心定，给正在努力的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锚点。如果你愿意分享，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曾经那个让你觉得天要塌了的时刻，你是如何熬过来的？后来你又发现了什么样的转机？你的每一个故事都可能成为荧幕前另一个处于迷茫中的人最好的定心丸。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让你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感到了一丝平静，请帮我按个赞，并分享给那个你关心的，或许正处于困顿中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一步见山，见自己。